注意看，這個上一秒還在拆除炸彈、為國捐軀的王牌海關，下一秒竟穿越成民國一個200斤的肥婆，還被一個惡毒的姨太太按在地上瘋狂長乖。而這一切都要從他身邊的傻兒子偷吃了一塊糕點說起。女人名叫蘇婉，此刻她正拼命護着身下那個被稱為傻子的兒子安安，而騎在他身上作威作福的，正是督軍府裡最受寵的二姨太林媚兒。原來5年前的原主蘇婉用不光彩的手段嫁給了督軍沈连成，生下安安後，不僅身材走樣，被全府上下嘲笑為肥豬夫人，兒子也痴痴傻傻，母子倆受盡了欺凌。沈連成更是對他們厭惡至極，任由林媚兒將他們踩在腳下。今天就因為安安想拿塊糕點給娘親吃，林媚兒便借題發揮，帶着丫鬟對蘇婉拳打腳踢。原主本就身心俱疲，竟被活活打死，這才讓來自21世紀的王牌海關蘇婉穿越到了這具身體裡。看住眼前囂張的惡女，蘇婉眼神一凛，這可不是那個任人欺負的軟柿子了。她猛地蓄力，一個翻身就將林媚兒甩飛出去。林媚兒正要拿出毒藥餵給安安，蘇婉一腳踹飛她，動作前脆利落，在場所有人都驚呆了。這個肥婆什麼時候力氣這麼大了？更讓蘇婉驚喜的是，她的腦海裡竟響起了一個聲音，一個神奇的減肥系統被激活了，只要消耗卡路里就能兌換積分，換取從美食到武器的任何現代物資。蘇婉的逆襲之路就此開啟。她先是兌換了一份炸雞漢堡，讓飢腸轆轆的兒子飽餐一頓，又在林媚兒帶人來用豬食羞辱她時，反手將整桶泔水扣在了林媚兒和她丫鬟的頭上。就在這時，那個傳說中冷酷無情的督軍沈連成回來了。看到妻子如此彪悍，他眼中閃過一絲驚詫。蘇婉卻毫不畏懼，直接掏出不知從哪邊出來的手槍，對準了沈連成，精準地打掉了他身邊的一盞花瓶，並當場提出離婚。沈連成被這個脫胎換骨的女人徹底勾起了興趣，他不但沒有動怒，反而下令將蘇婉關進禁閉室，想看看她到底還有多少秘密。然而禁閉根本困不住蘇婉，她一邊在禁閉室裡瘋狂健身刷積分，一邊用系統兌換美食和兒子分享。很快，老夫人的壽宴到了，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劇情點。林媚兒想讓蘇婉在全城權貴面前出醜，故意不給她準備車，還送來一件小到極致的旗袍，想讓她當眾把衣服撐破。可她萬萬沒想到，蘇婉早已通過系統減肥成功。當她身着自己兌換的酷炫機車服，騎着摩托車驚豔亮相時，全場都沸騰了。那個傳聞中200斤的肥豬夫人，竟搖身一變成了傾國傾城的大美人，連一向對她冷漠的沈連成都看呆了。宴會上，林媚兒賊心不死，慫恿自己的天才侄子與蘇婉的傻兒子安安比賽，企圖再次羞辱他們。先比算術，安安在沈連成一道複雜的難題下，竟心算出正確答案，震驚四座。再比才藝，林媚兒彈奏古箏，想讓蘇婉母子出醜，誰知蘇婉直接用系統兌換出 DJ 台，和兒子跳起了酷炫的街舞，再次引爆全場。然而，更大的危機正在逼近。蘇婉的兒子安安其實並非天生痴傻，而是中毒所致，但也因此意外獲得了能聽見別人心聲的能力。他告訴蘇婉，林媚兒心裡在說倭國話，還想搶奪老夫人送給她的金鑲玉觀音，因為裡面藏着傳國玉璽。原來這個林媚兒竟是倭國派來的間諜。他見計劃敗露，立刻啟動了 B 計劃，夥同黑虎幫，一邊派人偷襲督軍府，一邊在壽宴的酒裡下毒，企圖將所有賓客一網打盡。千鈞一髮之際，蘇婉用系統兌換了無人機，向眾人直播了黑虎幫在督軍府偷盜的畫面。緊接住，他又聞出酒裡的砒霜味道，當場揭穿了林媚兒的陰謀。然而，喪心病狂的黑虎幫在撤退時，竟在全城釋放了致命的毒氣，一時間百姓大量感染，生命垂危。蘇婉沒有絲毫猶豫，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積分，兌換出整個醫療團隊和特效藥，親自帶隊救治百姓，最終力挽狂瀾，成為了全城的英雄。經此一役，沈連成對蘇婉徹底改觀，甚至產生了濃厚的愛意。而蘇婉也發現了這個冷酷督軍心中柔軟的一面，他一直心繫百姓，並非傳聞中那般無情。然而，倭國間諜林媚兒的陰謀還在繼續。他勾結另一軍閥王強，
以軍事演習為名，設下圈套，想在比武中除掉沈連成。格鬥賽上，沈連成舊傷復發，蘇婉立刻拿出系統兌換的止痛藥，讓他反敗為勝。射擊賽中，對方卑鄙地打傷了雲城的士兵，蘇婉的兒子安安竟主動請纓，蒙眼射擊，槍槍命中靶心，再次震驚全場。最後的醫療比試中，蘇婉更是識破了林媚兒在醫藥箱裡動的手腳，並當場揭穿了敵方陣營裡隱藏的黑虎幫幫主，也就是王強的親弟弟。眼看陰謀敗露，王強惱羞成怒，竟下令綁架了蘇婉和林媚兒，在他們身上都綁上了炸彈，逼迫沈連成做出2選1的殘忍抉擇。所有人都以為沈連成會選擇他的救命恩人林媚兒，就連蘇婉也以為自己這次死定了。然而，在倒計時的最後1秒，沈連成毫不猶豫地衝向了蘇婉。原來，他早已對這個脫胎換骨的女人情根深重。林媚兒見狀，徹底撕下偽裝，引爆了炸彈。沈連成為了保護蘇婉，將她緊緊護在身下，自己卻身受重傷，陷入昏迷。在醫院裡，蘇婉得知沈連成一直在尋找一個多年前救過他的恩人，而林媚兒正是冒名頂替了那個人。為了解開沈連成的心結，蘇婉用系統道具回溯時光，竟震驚地發現，那個真正的救命恩人就是穿越前的自己。當時他為了救活濒死的沈連成，獻出了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全部生命值。隨着真相大白，蘇婉的身體開始變得透明。她知道自己的時間到了，她深情地吻別了沈連成，叮囑他照顧好兒子，隨後便消失在了民國。當他再次睜開眼，已經回到了現代的病房裡。原來，穿越只是一場昏迷中的大夢。可就在他悵然若失時，病房門被推開，一個穿着民國軍裝的男人帶着一個小孩衝了進來。男人和沈連成長得一模一樣，而那個孩子正是他的安安。他穿越時空來找他的媽咪了。後續的劇情會如何發展？他們又將譜寫出怎樣的傳奇？